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就在今天，我们看到全线下跌、全面崩盘，市值排名前500名的币种几乎全部都在下跌的过程当中。那么领跌币种呢，我们认为是 SOL 今天出现了6.81%的下跌。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首先来看比特币。那比特币的这轮行情，早在前几天的行情分析当中，我就给出来了，势必要跌破200日均线。那么目前为止，200日均线在$58,000这个位置已经被完全跌破。那么这轮下跌的过程，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总结出来一个特征，就是目前在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首先呢，我们看到到达低点之后出现了一个插针，走出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符合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逻辑，也就是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做4小时级别的反弹西游，然后反弹到压力位，也就是$63,000附近之后，由于压力位的阻挠作用，比特币开始继续下探。那么它的下探时间级别由日线级别下跌西游进化到周线级别下跌西游。那么目前为止，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观察到下跌过程当中，在周线级别形成的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和本周出现的唐僧阴线。那么这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已经完全走出来，那么下周就有机会出现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走势。那这里呢是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则有这样的规律，但目前呢仍处在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本周的下跌走势仍然没有完全走完。目前行情在周线级别上正处在唐僧阴线，周线级别的唐僧阴线啊，也就是本周的这根阴线正处在唐僧阴线的过程当中。同时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切到日线级别，可以看到目前200日均线跌破之后，对于比特币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下跌趋势。这里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5日均线、10日均线已经下穿144、169、9日均线，正在向200日均线进发，这是一个空头的信号。那么整轮牛市行情，我们观察到由3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构成。那么第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启动时间是在23年1月走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之后，后面继续震荡，然后走出新的悟空阳线组、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唐僧阳线，然后第3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在这个位置上走出悟空阳线组、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走出悟空阳线之后，由于前3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没有经历过很好的调整，所以呢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我们看到了从3月份调整至今。那在这样的一个结构当中，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日线级别，可以看到上方形成了一个平头哥的走势，形成了乌云盖顶的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在$71,300附近出现之后，下方震荡过程当中，我们也观察到了符合江恩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的这个结构出现。那4次等位置波谷出现之后，我当时判断一旦出现4次等位置波谷，非常容易跌破波谷，出现新低。那么这个新低出现之后，我们要结合21年的行情，我们前面行情分析就给出来了。21年的行情当中走出了一个类似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走到$65,000高点之后，比特币在21年4月一直调整至21年7月，它的最大跌幅达到惊人的55%的下跌。那么本轮行情，我们在前几天行情分析当中给出，目前为止比特币最大跌幅是22%到23%附近，然后新低出现之后，目前也是23%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呢是比特币空头正在宣泄的位置，我们认为下方仍然有空间。我们认为这轮行情比特币正在堕入黄金坑。那么堕入黄金坑的过程是让非常多人痛苦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出现之后，我们在下方可能会出现2种结构。那第一种结构呢，是非常类似于23年12月份到24年2月份的这种楔形整理、三角形整理，然后接近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出现突破变盘。那么第2种结构呢，就是类似于21年的这种结构，它形成了一个底部的弧形结构，形成了一个方向偏下的右空结构之后发动突破，最终呢我们看到一个弧形的反转趋势。在反转趋势发生之后，比特币建立了新高。那21年的新高是$69,000，而今年我们刚刚看到$73,777之后就出现调整。那么它的一个调整过程，我认为有机会出现30%以上的调整。那么如果出现30%调整的话，我们看到测算一下，30%调整是$52,000，那$52,000是前面24年2月份形成了一个平台期，这个位置是很容易到达的，也是本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过程当中唐僧阴线容易到达的位置。因此呢，这轮行情要关注的一点是，比特币在跌破$58,000之后，向下是黄金坑，但是这个趋势仍然是向下的，但是越往下呢，
空间越不大啊，越是我们在7到8月可以逐仓进场的一个机会。那么根据 K 线西游战法的指引啊，我们有几个方案，首先是控制仓位，第二呢分仓进场，第三呢设置止损，这样呢能够把握本轮比特币千金难买牛回头的黄金坑的一个位置。只有在当前时间点逐渐把握低位的位置，才能在未来赢得我们能够获得牛市高点的一个利润。那么在比特币跌破200日均线非常重要关口的同时，我们本轮行情重要的盘眼是 SOL。那 SOL 呢，目前来说已经走出了和比特币类似的一个位置啊，那目前呢也跌破了200日均线。但是我们看到本轮 SOL 啊，它有了一个10倍的涨幅，甚至是超过10倍的涨幅。因为在低点我们看到23年6月份它曾经到达12.8美金，那23年年底的时候在20美金左右，我们算它是10倍，实际的最大的涨幅可能是将近20倍。那么在如此巨大的涨幅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日线级别的50日均线、10日均线上穿144、169日均线之后，出现了牛市行情，属于Solana链的牛市行情，涨幅高达10倍。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它形成了3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3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过程当中，它的最大的调整时间级别仅仅是日线级别的，在这个箱体结构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调整。那么本轮 SOL 它的一个调整过程，我认为容易出现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调整。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悟空阴线，有了这个悟空阴线之后，我们还看到了8节阴线组。悟空阴线组和8节阴线组之后是有机会走出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组的。这样的话，对于 Solana 来说，它容易重新回到前面行情当中的一个箱体结构。那么这个箱体结构的中线位置是在99美金这个位置上，如果出现的话，我认为 SOL 啊可能会在这个位置上见底。那么如果见底形成一个横盘震荡的或者方向偏下的收敛三角形，比如说这个结构是一个方向偏下的收敛三角形，那么是容易在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反弹的。那这种结构呢，我们可以回到21年比特币的走势当中，可以看到啊，21年比特币在下跌的过程当中，21年比特币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形成了这种方向偏下的收敛三角形，然后在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了反弹，重新启动牛市。那么 SOL 啊，我们看到的这个 SOL 在行情当中，如果跌破200日均线向下逼近99到100美金附近的时候，也容易走出这种方向偏下的收敛三角形结构。那么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画出它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那么它的方向偏下的收敛三角形结构还走的不是那么明显，直到三角形的尽头才可能会画出这种结构。那么通过以往的盘面分析和绘制大量的图形，我们认为一个结构最终我们能画出来的情况下，往往是这个行情容易发生变盘的时间节点。而对于 SOL 来说，目前还不容易非常明显、非常清晰的画出它的这种下跌收敛三角形。因此呢，我们判断 SOL 目前仍在下跌的过程当中。那么前面几天我们也看到SOL 的反弹非常激烈，当时我就给出了一个关键性的点位，就是在150美金。当时为什么说150美金是它的一个关键节点呢？原因是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的2条均线，169日均线和200日均线在150美金构成了双重压力位。那在压力位的影响下，我们看到它最大反弹的位置是在155美金，虽然高于我们的预期，但是这个压力线始终存在，会将价格打压下来，特别是在比特币调整弱势的过程当中，SOL独木难支因此呢，我们看到 SOL 到达155美金之后迅速下探，并且形成了连续的4小时级别的下跌西游。那么目前它的下跌趋势仍然在继续，虽然有段时间它是领涨币种，我们在课程当中也说了，虽然它是领涨币种，但是呢，目前它也是行情当中如果出现下跌，容易出现领跌的币种。我们考虑的是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即使它出现领跌，但在未来的行情当中，一旦接近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它的反弹甚至是反转，一定也是最强的。所以呢，7到8月份如果 SOL 逐渐走出更低的位置，是一个布局它的一个比较好的机会。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或者购买我这本书，加入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